跑一个直线这样子。我们先看侧向的跑步动作，现在做一个推估，看侧向动作有没有太多的旋转啊什么。如果有旋转，我们再看正向的。OK， 所以我们就跑这个直道。好，就用最舒服的7到8成力跑，这样跑过去就对了。就跑这个直道用。就是奎哥的上半身稍微可以再拉回来一点点，虽然上半身前倾可以帮助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有更好的 push 嘛，对不对？如果你过度前倾了，你看哦，如果假设你的重心是一直线，在这样的状态下去跑步，你的骨盆变一个7字形。如果你过度前倾，好，就会变怎么样？你在推的时候就不好推，为什么？因为你的屁股有点留在后面。坐着跑。对，会有点微坐那种感觉。学习好的跑姿是为了跑得更有效率、更轻松，避免我们受伤。好看只是附加价值，直视前方，躯干挺直，身体前倾，摆臂靠近身体，不超过身体中线。上至胸口，下至腰际，膝盖朝前，核心稳定，送髋，脚踝放松，不勾脚尖，不刻意跨大步，落地在身体正下方，膝盖微屈。让我们继续看影片喽。它的核心跟它的骨盆的对应关系，目前是做不到这件事情。那如果正常人应该是这样子，同一条线，然后去跑动。我们实际上在跑步的动作你想想看，你的右手只要稍微摆大一点点，其实动作就不太一样。原本是这样摆，我只要右手摆大一点点，其实整个动作就会改变。所以哪怕只要维持多1度，其实整个动作的模式就会改变。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所谓的动作校正，然后跑姿的训练，很大原因是当我们有一个习惯的姿势之后，如果它是好的。它是帮助我们有效率的，那身体会慢慢的去导向那个记忆。可是相对的，如果它是一个没有这么有效率的，你一直做，那它就是会让身体记忆这个没有效率的事情。当你就算怎么样，很久时间没有跑步，那身体对这件事情是有长期记忆的，你回来还是那个状态。对，所以今天我会针对你们2个的动作来去做调整。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跟动作最有关系的一定是活动度，因为你要先控制你局部的肌肉嘛，对不对？然后局部的肌肉控制好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做联动。动力链的训练，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朝这个活动度，然后单一的肌肉控制，然后整合性的控制。OK， 没有，因为我们摄影师开到跑，对，所以马上直接开到，直接开到医生赚比较多，就直接门诊手术了。对，因为我们今天一日纪录片嘛，我们马上对症下药。OK， 对，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细节要修，所以没有一个所谓完美的跑姿。一个好的跑姿，当然我们要说朝的方向是说好的力学。我们去朝好的力学去努力嘛，对不对？就是好的落地策略，好的推蹬策略。那你说要达到什么最完美的状态，其实没有所谓的最完美的状态，就是你的身体感受是好的，然后你能够感觉到跑步的时候不会有伤痛的感觉。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好的力学帮助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可以跑更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好，我们可以看到奎哥上半身怎么样？太前期过度太向前，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奎哥落地之后，跟上半身的位置其实相对关系是太远了。太遥远了，好，所以其实奎哥第一件事情是要这个要主观意识的去告诉自己上半身不要这么前倾。OK， 就是我们如果今天要有这么前倾的能力，除了你的核心要好，你的髋关节也要跟上，不能说你上半身很前倾，但你髋关节跟不上，那两者的关系是不对称的。那所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哦，你看啊，我的上半身在这个重心那么前面的时候是往内收，对不对？然后我要在支撑的时候是收的，然后我要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可是我的髋没有跟上，我要释放这个力量的时候，好，我要推释放，结果我的髋跟不上，核心还是 hold 住，所以就会有这样子，因为同时一起放掉了，因为它会同时一起作用嘛，对不对？首先是要先建立起你的核心稳定，核心稳定完之后才会开始建立起在核心稳定下的关节使用，肌肉使用。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先做这个动作来。好，那腰背部贴地。好，那帮我注意哦，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帮我往你的属膝部这边做吸气；吐气的时候，帮我做对侧边的延伸。但是你要感觉到你吐气的时候，你的属膝部这边会持续的用力，你不能感觉到怎么样，就是吸气，吐气，散掉那种感觉。吸气，吐气，属膝部持续用力。所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休息？我们没有任何一刻可以休息，吸跟吐都要用力。对，吸跟吐都要用力。吸气。那这样我们跑步的时候不是没得喘息吗？没有，这个是在训练动作模式的一个肌肉。我们要让这些动作控制啊，然后去转化为实际上在跑步的动作记忆，跟慢的动作的一个机制，去矫正我们使用这些动作的模式。所以现在速度很慢，那你的大脑会植入在这样的一个排列组合比较好的一个动作方式下去拉伸、去用力。也维持用力，手对都不动，可以这样。
这边要伸展，伸展。其实我的身体到这边就好像 full range， 但实际上你的 full range 是更大的。对，刚刚是躺着，我们现在刚刚是空的，对，刚刚是往上，现在要翻过来，对，后面是俯卧撑的。我今天在训练其实都是在训练我们的使用机制而已。是 ，OK， 好来，慢慢的吸气收，好，吐气推。延伸还可以再延伸，对，好，慢慢的收，一样抓稳，好，站住，好，好了，好，等一下我们来换这个，好，一起踩推，通过中间核心稳定，再延伸出去，骨盆会，你会发现骨盆会上下动，一起通过中轴点，慢一点，对，好，来出去，有感觉到对不对？好，延伸，好，休息一下。你的右髋好不好带，其实是取决于你左脚向后推的力量。所以相对你会发现，你的左髋其实很好带，其实不是左髋厉害，而是什么？而是你的右脚有效的往后推，让你的左边骨盆可以往上带。它是身体是这样对应的关系的。而多数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我左髋有力。其实你的右脚帮了你的左髋非常的多。然后后脚维持在这个膝盖对准外侧一起来，对，有没有身体有个往前推的感觉，对不对？是。好，维持住。往推，对，往下，围住，给它推，对，有没有延伸这边力量再多一点？好来，延伸，对，出去，好，这个可以，有感觉到对不对？有，好，来慢慢下，你稍微再做这个感觉差不多 ，OK， 拉的就稍微拉一下，好，伸直，对，好来，那往前，往后，好换脚，往前。后，记得脚趾的感觉，来脚趾跟它撑地的感觉，好往前，小小的，好来往前跑 ，Go， 对，然后节奏再快一点点，1、2、1、2、1、2、1、2，往后，对，往下，对了，往下。就比较往上的感觉比较多，有没有？踩下去，有比较像往上，有没有？它脚会比较像往上，对，有没有？你会发现往上，对，有没有？它那个脚踝最后是往上。好，我们到这边，你看它最后落地推出去的瞬间哦，往后推，比较想要往后推的感觉变多了，往后推。左脚还是比较会往上，对，左脚还是比较会往上，但是比较有一个想要往后推。其实你放慢动作，你就会发现那个力量使用是看得出来的。Before 跟 After。那这个影片就很明显，就是说，辉哥其实脚已经怎么样？落地之后，他已经开始有一个可以往后推的策略了。对，所以你觉得这个练习马上对你的大脑的认知是有肯定有帮助的。因为看小美刚刚，落地右脚的策略就也跟着去做到调整了。对，但是这个动作我通常像这种认知的动作，我一周通常会做3次以上，3到10次，因为它要去快速的去强化你的大脑。的动作行为模式改变的话，你一周做1次会有改变，但它对于肌肉的记忆习惯比较没那么好。我有固定的给大脑这个刺激，那我大脑每天都接受到这个肌肉讯号的这个刺激，它就会慢慢进入到新的习惯模式。那其实只要有开始动脑，开始愿意改，其实动作就会慢慢的变。对，辛苦啦！好，谢谢，感恩，谢谢教练。那我们下次见哦，下次记得锁定光头。